周末我儿子回家，突然把一个 TikTok 上面的一个视频给我看，我后来一看，视频里是一个人说着中文，在中国的农舍里面演示怎么做蛋炒饭。他看得津津有味，还告诉我，他因为看了这个视频，所以专门去网上买了一个很大的炒菜锅。哇！因为他说这样子炒出来的饭才好吃。哎，等一等，你们家儿子中文有这么好吗？我也好惊讶呀，因为我觉得他以前一看到是中文的视频，他就划掉，但是现在他非常喜欢看中国美食博主的视频啊，太好了！这就今天我们想聊的中文的重要。很多家长都会问，孩子在海外还要不要学中文？哎，我的回答是呢，你可以不逼他学，但是不要让他失去回家的路。对，这个观点很好。我听过更经典的，一个孩子跟我说：“老师，我中文不是不好，我只是用中文会变得不酷。”你看，这个孩子抗拒的不是学中文，只是抗拒的这个和这个文化的这个冲突。我说：“哎呀，我是不是会说中文，我就会跟他们不一样了？”变得对，而且更神奇的是，许多小孩他们小的时候是很排斥学中文的，对不对？到了青春期呢，突然又开始对中文感兴趣了，开始追那个中文歌，看中文的电视，还有一些什么真人秀，是不是？甚至呢像你儿子一样喜欢中国菜了，甚至还要问一些中国的一些习俗，真的是这样。所以呢，今天我们想聊的不是要不要逼孩子学中文，而是中文为什么会变得这么重要？我们又怎么在外语的世界里把那点中文的温度留住？先声明一下，我们今天不是劝学的啊，是就把我们那些经验教训分享给大家。你像我们来加拿大也都20多年了，像我还教了中文10几年啊，就是见过很多家庭家长就纠结，就是这个中文到底怎么学，要不要学了？就是还有人说我还需要孩子陪我练英语呢，所以真的是就是这种想法是不是有点奇怪？就说不能把这个中国的歌给断了。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在这里呢，我觉得家长们先别内疚自责，因为我觉得移民生活已经很累了，对不对？我可不想让我们的家庭再发生第二战争。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用我们各自亲身的经历，给大家一点点参考，并不是想在这里制造任何的焦虑，对，只是把我们走过的路、踩过的坑和后来发生的转折说出来。像我现在孩子都大了，是都长大成人了，我觉得他们中文，他们是学好中文的这个受益者了，已经能看出来了。就看他回头这20几年吧，哎呦，从3个方面想啊。第一个想，哎呀，中文啊，它真的不是光是语言，对，它真是一个传承，它是给文化的一个衔接，这是第一点。你像小的时候，很多小孩来的时候，你像我们家老大，他是生在中国的嘛，他是会中文的，但是到了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就停滞了，退化了。他就像说的，他就和像跟别人求的一致了，他就掩藏他这种文化了，他就把他这个东西断了。但他慢慢的，觉得慢慢的长大了以后，他又觉得这个不一样，我是谁呀？我要找了，又变回来了。所以有时候说简单的吧，怎么说呢？就是简单的说，对，交流，他用了中文说说怎么样，说问问你好我好，这种寒暄啊都会了，深的又不知道了，所以它是一段一段的。我特别能够了解这种聊不生的那种无力感啊，因为我觉得小孩小的时候，他们有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抱着他哄哄他，可是小孩长大了，很多东西他们都只能靠说出来。比如说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压力，他们的委屈，他们的困惑，如果这时候语言不通，你有时候想安慰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对，说的太对了。而且最可惜的是，很多那个家庭移民的初衷就是说，带着孩子要去更大的世界去看一看，不是把根切断了，对不对？结果呢，就是为了忙着适应新生活呀、学英语啊、干什么的，家里最温柔的那个给断掉了。对，实际很多人都认识到这个双语啊、多语啊是有优势的，肯定是你多一种嘛，就跟我们要多一种语言，多个法语，你不是去政府了就更厉害。但是实际现实呢，又不是这种的，就是说他小孩和大人总是会发生冲突的嘛，因为观念不一样。你看想的就是这个实际上我们大人可能看得更清楚，因为觉得中国发展快，中国发展这么快，你看呀，现在经济也好，什么你多一种语言能力，多一种背景，实际大家都认识到，但是这种的认识你认识到了，不一定孩子能认识到，所以就显得这个冲突有，但是我们一定要坚信，用我们长远眼光觉得这个语言要坚持住，给他们一把钥匙，让他们开门，到时候这是我们家长要做的。对，就是这个中文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益处，对，是不是？对，比如我们家那个孩子，他现在上大学，他就慢慢发现了，哎，我现在会说中文，我可以就是认识一些从中国留学过来的留学生，跟他们有交流，用中文进行交流。那些孩子呢，也可以把中国的一些发生了什么事情呀，一些信息啊，给他一些传达。对，这就是很好的一种。呀，确实是这样。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她也因为会中文，所以在她那个大学毕业以后，她就直接找到了中国一家薪水很高的一家外企的工作，所以她就去中国工作。哇，对，这就是中文带来的益处呀。对，真是。再一个从另一方面讲吧，小孩啊，在成长的过程中，因为中间的一个阶段，他是就是顺从和这面的文化相结合的，慢慢大了以后，他发现好像有这个身份认同感。对，他说到底我是谁呀？我是怎么样的？他就会迷茫。那个时候他就要寻找从哪？实际从语言、从文化开始的。对，所以语言中文就显得特别重要了。他会问你一些问题，他想问的就是一些问题，你要有深入的探讨，还灵活问，觉得很重要。呀，确实是这样。我记得我儿子小时候也真的以为自己跟当地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啊，因为他是小时候从小是在英文的 daycare 幼儿园里面长大，所以他交的朋友也都是西人的朋友。所以有一阵他就特别抗拒学中文，因为他觉得学中文就似乎把他归到了另外一类人，和周围的小朋友不一样的人。然后另外呢，他也常常会抱怨说，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可以在外面玩，他要在家里学中文，还要写中文作业，他就觉得很不公平。所以我觉得对小孩来说，好像并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是他们会觉得这是不是一件公平的事，还有他们的一些归属感的感觉。对，是这样的，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吧，对吧？我们家也是有类似的这种情况，不过我们因为是住在那个法语的这个省嘛，孩子的外面的世界是法语，家里是中文，所以呢，小孩小的时候呢，也是觉得自己好像跟周围的小孩子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们要理解孩子，就是说要理解孩子，就是孩子不是。他找的东西和我们找的东西不一样，可能他找的是公平、身份认同这些东西，我们是有点迫切的想让他知道这个中文的重要性，就是每个家庭、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给他的是啥？我们不要把这个重量都压在孩子身上，我们只告诉他，就是说，妈妈的语言母语是你回家的路，你永远能找到这个归属，完了他就轻松的能上阵。确实是这样，但是也真的是在海外让孩子学中文，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太容易了呀！我就觉得我们3个家庭，3种不同的家庭语言环境和3种孩子不同的性格，我觉得他们走出来的路完全就不一样了。对，我觉得
我们下面可以用我们自己身上的经历来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和我们看到的周围身边的孩子他们身上的一些真实的经历呀。好的呀。对，像我家的孩子吧，就跟你们不一样，因为我英语不好，完了我又在起初的时候在他们小的时候，我又在那个法语区生活一段时间，所以这个中文就在我们家就显得特别重要。完了再加上我先生又不在家，就主要是我带孩子，所以显得就是孩子们也懂得，就是这个我只能讲中文，没有特殊的语言环境来满足他们，所以我只能就是让他们讲中文。我觉得他们讲中文比我学英语或者学法语要快的很多。当然了，他们也抗拒啊，肯定，但是我只能坚持。因为我没好像选择不多，就我只能坚持。完了，宁坚持了以后，宁心坚持了，我觉得有收获，就是他们慢慢就顺从。可能也孩子好。那如果孩子他不愿意说中文的在家呢？那我就装听不懂啊，没办法，没选择。这招是够狠的。对了。但是一开始他们也是有争夺，特别是老大，特别抗议，特别反叛。但是慢慢的，他也知道妈妈的能力可能是就是有限嘛，就是慢慢也就顺从了，就尽量的，就跟我拿着他法语的那个东西看不懂啊，他拿着我中文看不懂，他宁学。也还好，就是慢慢想到了，他也就慢慢就做到。这也真的是很需要父母要非常坚定的态度，对，做的。我们要向你学习。对，就是没办法，就是关键点，我觉得就是只能就是硬着头皮往前走，不切换。我只能就坚持了，不管对错，坚持了，反正是一直，妈妈不妥协，孩子们妥协。就是不能心软，对不对？你的意思是温柔的坚定。对对，一定要温柔而坚定。对，就是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也不能把孩子逼的，就是说，就是全是为了你牺牲。我们要给他一些时间，比如说看动画做一些那个做一些他们自己在中文的世界里能找到的乐趣的东西。完了和家人、国内的亲人啊多联系，对，做一些视频啊，他觉得有用，就是学这个东西有用。完了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尽量的参加社会活动的时候呢，有一部分是中国的，不要全部都是西式的，对不对？这样的他就觉得中文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完全是任务。对，好像每家都对孩子这个学中文也都是想尽了办法啊。我们家也是一样的，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也是听中文歌呀，或者那个放一些中国的那个动画片。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给他们找了一个 DVD，20多年前吧，知道找 DVD 给他们放的有一个那个动画片的名字叫《大耳朵图图》，但没想到是他们到现在还记着那个名字。都能记着。对，我们家小孩记得是大熊和二熊，我也不记得那是什么动画片，但他们还记得。对，我们家是家有儿女一直在看。完了，我觉得就是说一定要制造一种不能造战，对战争。我觉得这个艾伦做的特别好，就是不能把。你知道孩子很叛逆，不能把他都搞成对抗冲突。对，冲突他暂时可能不学也没有那么要紧，但是你要坚持，就是长远的看，让他觉得中文还在留他心里还有东西要融入进来。我觉得不能让他讨厌，要他一旦讨厌了，就没有你们家那儿子在看那个小红书学做菜了，所以一辈子不要讨厌中文。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是在给孩子那个中文的教育的时候，不能太生硬了，对，不能太激烈了。对了，还有没有？还有，我觉得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这个中文的真正的价值，就是中文的价值。我那个前2天看了一个报道，就说人在。说的可能有点过了，就是人在最后的时刻说的是母语，包括就是那个爱因斯坦，他在那个啥的时候，他说的是德语，那他的英语肯定相当好了，对不对？但他说的是德语，所以我很有感触。我觉得跟这个学习这种语言这种东西，这种价值它是在这儿的。你要看到
更远一点，就是说我们重视中文，他们在英语环境上长大，他的中文好不好，我们都不再评论，但是他要慢慢的认识到中文是有重要价值的，就会更好。对，是这样。所以我给你稍微总结一下你的意思好不好？就说是学中文的时候要让小孩觉得，就是说学中文它不是一个负担，对吧？对，而且呢，不但不是负担，而且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情。确实。觉得学中文呢是要值得拥有的这个能力，对不对？对。而且要小孩呢有自信心，对，我要学得会，而且能够做得到。对，所以做家长的就是要坚持，知道我们给他的不仅仅是语言，对不对？对，也是文化的传承，也是很多个将来未来更高的这种需要，是对我们自己的认同吧？对，确实是这样。哎，安娜，我有一个问题，我记得你们家儿子小的时候是很抗拒学中文的呀。是这样，因为他是在这边出生的，然后他1岁的时候就送去幼儿园了，所以在他刚开始学语言的时候，在他刚开始学说话的时候，他就是在一种英语的环境里长大，所以对他来说，英语似乎是他的第一语言。然后那个时候呢，他真的以为自己和本地的孩子并没有什么区别。对，他认识就是他因为在这个环境中，这很正常的嘛，他就是没啥区别。对，确实也没啥区别。对，但是问题是他也特别反叛学中文，每一次我让他说中文的时候，他就很抗拒，说为什么我要和别人不一样？我明明看到你和老师用英文交谈，为什么你要让我和你用中文交谈呢？所以他就会觉得很不公平。然后他是另外一方面，他就觉得别的小孩都在外面玩，我为什么要在家做中文作业？我为什么要每个星期六早上去中文学校呀？所以我这时候就意识到，我觉得如果这时候我硬性的强迫他说中文，这会拉开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因为他就慢慢的不愿意跟我交流了，因为他会觉得说我不理解他。对，但是我还想问，就是说，那他不愿意学的时候，你妥协了没有？我觉得不能算妥协吧，因为我觉得我当时是换了一个策略。我觉得他既然对语言那么反抗的话，我就不强迫他学语言，但是我会慢慢的在生活中给他传递一些，比如说有趣的中国的一些传统，比如说过中国新年的时候，给他包红包。然后呢，在家里包饺子，然后在家里贴一些中国的春联，然后呢，端午节的时候带他去看那个龙舟比赛，哇！然后呢，中秋节的时候玩那个在厦门玩的博饼的游戏，哇！你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我自己听着都觉得中国文化很有吸引力，是很酷的一件事情，对不对？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当时的目标呢，就是并不是让他马上的转去学中文，而是我想保留他对中国文化的很多的好奇心和兴趣呀，真的是这样。这个策略太聪明了，对，就很聪明。我觉得我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而且我发现了，等他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思考他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会想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他的根是在哪？为什么外表上他看上去和周围的小朋友不一样？他的父母在家里面的一些饮食、一些生活习惯都和他小朋友的父母家里不一样。然后这时候呢，他就会主动的去寻找一些答案，然后为了去寻找答案呢，他就开始在网上找一些中国的综艺节目啊，去学中文，然后呢，他也会去学唱中文的歌曲，然后就看一些中国博主的视频，看别人怎么做菜哦，对，然后特别是那个美食这一块，我就很记得他小时候非常排斥中国菜，因为他觉得还是这边的菜里面加上奶酪比较香，但是现在
长大了以后，如果你问他什么国家的菜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菜，他会说是中国菜。哇，真的很好啊，听着好感动的感觉啊。对，种个种子会发芽的，对，他家坚持的最好，真的是你这个种子种，这个潜移默化这些，对，确实是这样。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在他小的时候，我硬逼着他学中文的话，可能会适得其反。对，但因为在家里保留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中国传统的习俗，所以在他自己准备好了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就要想去学了。对，你这个就叫什么呀？润物细无声。对，有就是真的是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所以环境不一样，孩子发展的路径不一样，但是我们坚持的点，共同的目标是一致的。真的是这样。你们家也特殊，因为都是他们两个在法语区长大，你们两个法语又不是特别的，对吧？要学的东西，不是特别的，是完全就不会说呀。法语是很难的，相比于英语。我们家更特殊的一点就是我们住在法语的这个省。但是我们住的那个区呢，又是英语区，所以小孩要面对至少要两种语言吧，英语、法语都要会说，对吧？然后中文更是更狭窄，更没有生存的那个空间了。但是我们就要求他们，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用法语交流啊，所以就是 OK， 那你就在家必须要用中文说，对吧？你必须要用中文跟我们交流，不然爸爸妈妈都听不懂你的法语。那压力好大呀。对呀，对呀。但是对啊，一开始我确实也很焦虑，因为小孩那么小，要学法语，要学英语，你这个当妈妈爸爸的还要求我说中文，这是不是有点太残酷了？但是你跟小孩配合吗？但还可以，因为我就稍微的表现出可怜的样子。当然这是可能也是一个手段吧，就是说那我们听不懂嘛法语哈，那只好我们再用中文来交流。所以慢慢的他们也就是保证了在家100%的说中文。确实是这样。如果就是不说中文的话，这个根儿，你就说中文的这个更那个意念更少了，根儿就断掉了，对不对？那你们还通过什么方式强迫他们说中文，或者是保持他们说的说强迫？对，我的作为给他们那个中文的那个教育，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的。就是当然他们一开始也是我刚才说了，也是比较抗拒的啊。但是因为我们就是小的时候给他报了好多的那个课外班嘛，是很没有办法去送那个中文学校的。所以呢，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很冲突的嘛。这样子就说 OK， 那你还在学中文，跟我们交流的那点中文口语是够的。所以呢，就是像刚才我们也说过，就给孩子听中文的歌呀，那个看动画片呀，引起他们的兴趣嘛。对，就是这样子。而且还有就是回国，就是基本上虽然回国的机票非常贵，但是还是尽可能的安排孩子回中国跟那个别的亲人去团聚嘛。等他们回去了以后呢，他们就知道了，原来中文这么有用，大家都说中文，我会说中文，我就能跟那个去商店去跟别人去交流，对不对？我会说中文，我就能吃上好吃的，因为你去餐馆去点，你还得会说吧，对不对？这些都是很实际的、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让他们意识到学中文很重要。我在这里面就想起来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小的时候我们也教他们学了一点中文的字儿，但是很简单，就是比可能学前班的字儿1、2、3呐，日木水火土那种的。他也能记住。然后有一次在回国的呢，我们在路上逛呢，忽然有一家餐馆写着一心餐馆，他竟然认识2个字儿啊！好神奇呀！一心至少认识吧。然后他特别高兴，我们家那个孩子当时也10几岁了，个头都比我高，说妈妈，我认识2个字儿，一个一，一个心。然后我在旁边马上给他鼓掌，说哎呀，太好了，你太厉害了。旁边走过的中国人都很奇怪的看着他，说哇，这么大姑娘才认识2字儿。
虽然回国很重要，真的对吧回国很重要，一个重要的学习中文的路径。新移民现在经济条件又好，能多回去多回去。对。对，还有这孩子现在他上大学了嘛？上大学以后，他就是跟那个认识一些中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都会发那个微信，就是有时候会发那个中国字儿。对，他不会中国字儿，那他怎么办呢？他就强迫他自己用汉语拼音来拼，因为微信可以打汉语拼音，就自动跳出来中文嘛。但有的时候确实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他打出那个字儿说：“妈妈，你看我这句话写的对不对？”我看了半天说：“你这想表达什么呀？”因为有些字儿就出错了嘛，就直接就一句话的意思就完全就是不对的。这也不要紧，他也从中学到东西了。但是他就是觉得很有趣儿的同学，他就是 OK， 我去纠正他，这其实也是一个学习中文的过程，对吧？对。而且现在资讯又特别发达了，中国的那些明星呀，什么直播呀，什么那些的，他也非常感兴趣，所以他就更渴望的去学习中文了。对，确实是这样。对，所以我们总结起来就是小时候靠我们家长坚守，完了长大以后靠他们自己那个找兴趣点。对，完了这个，而且我发现我们3个家庭的每个对孩子中文的那个教育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对，就是要坚持，要坚守住。就像3条小溪，最后对全部汇入了大海里。确实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对于在海外长大的小孩来说，中文不只是一门语言，它更是孩子找到自己、找到根、找到归属感的一条路。对，而且这条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条路不是只有一条。有的孩子呢，他就是靠规矩来守住这个底盘；有的孩子呢，就靠中文节目、靠美食节目来守住温度，对吧？就像你的儿子一样。有的孩子呢，青春期呢，他自然就会回头了。家长呢，我觉得现在做到的就是先别着急，不要着急看到这个中文的成果，先把这个火种留下来。是，中文是回家的路，即使走得再远，那些汉字都等着他们。是，愿每个孩子都靠近我们自己的根，自己的文化。完了等着发现家里永远有盏灯。对，确实是。我觉得你说的那个灯可能就是中文的意思，中文像温暖那种回归。对，所以我也邀请那个屏幕前的你，就是作为父母的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你们家孩子学习中文的经历，你们家保留下来的传统是什么呀？是红包吗？还是中国的一些传统节日啊？还是一道中国菜呀？确实是。如果你喜欢这种安静真实的故事对谈，欢迎点赞、订阅、分享给正在纠结的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